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陆婉，你以为你离职这事儿就算了吗？做梦吧！你这次造假给公司带来的影响，至少造成了公司800万的损失。回到工位，江瑶一把掀翻我刚收拾好的东西，趾高气昂地训斥着我。周围的同事互相看了眼，谁也没有说话。我反问：那你还要怎样？江瑶立刻扬起脖子，得寸进尺，当然是要你补齐资金缺口，弥补公司的损失了。而且你还得把手上的项目全都交给我们，辅助我们完成。我手上的项目几乎是公司的命脉，每一个都是重量级，我花费了无数的心血，才辛辛苦苦拿下的。江瑶这一出，不仅是想彻底坐实我挪用公司资金、财务造假一事，更是想要榨干我在公司最后的利用价值。我转头看向丈夫顾琛，对方点了点头，走到江瑶身边，向她投去赞赏的眼神。瑶瑶说得对，毕竟公司的损失已经造成，只要你愿意将亏空补上，辅助他们把项目做好，我可以考虑让你继续留在公司里。听到顾琛的同意，江瑶更是面露得意。早在半年前，江瑶刚踏进这家公司时，我就发现了顾琛对他的不同。从不关注新人面试情况的他，却一反常态，主动当起了面试官，最后更是无视一众优秀的候选者，指明要他来当自己的助理。我曾问过他原因，他却说看江瑶一个女孩子找工作太难，不忍心坐视不理，再加上看到她就像看到当年的我，所以顺手帮一把，让我不要多想。可后来隐婚7年，从不徇私的他，一次次为江瑶放低自己的底线。我曾自我安慰，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弥补当年一无所有的我们。但此刻，我再也没办法自欺欺人了。我嘲讽道：江瑶就是一个小小的助理，有什么资格接手项目，也配让我辅助他？顾琛没想到一向忍耐的我会突然呛声，不禁怔住了。江瑶眼中更是闪过恼意，口中却假惺惺道：陆婉，我只是看在你是公司元老级人物，才想着让你将功补过，你就算不领情，也不应该对我人身攻击吧。随后他又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，看向顾琛：顾总，既然我这么没用，那干脆还是我走好了。说着，他转身就要朝门外走去。顾琛瞬间慌乱，连忙拉住他：谁说你没用的？只要有我在，谁都别想赶你走。然后转头呵斥我：陆婉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，仗着自己的资历老，就在这里欺负新人。瑶瑶工作努力又认真，即便现在只是个小小的助理，但我相信假以时日，她一定会成为业内新秀。听到他这话，我没忍不住笑了。自江瑶入职后，顾琛就盲目的相信他的能力，一次次将公司的重要项目交给他练手，结果他不仅搞砸了多个合作，还险些得罪了与我们有着长期合作的供应商。是我厚着脸皮上门赔礼又道歉，才让对方不计较，不然这事儿早就闹到了总公司，他们二人更不可能逍遥自在到现在。见我不说话，顾琛还以为我知道错了，想了想，又缓了语气：好了，瑶瑶只是好心提个建议，这样既能堵住悠悠众口，让你继续留在公司，还能给员工们带来实打实的福利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原本还面面相觑的众人，经这一提醒，才反应过来，我手中的那些项目，无论完成哪个，都能为他们的履历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赶紧表态：陆婉，
公司这么多业务都掌握在你手里，我们平时都只能喝口汤，正好借此机会给我们分点肉呗。而且你现在已经名声尽毁，一旦离开这里，根本不会有公司要你。就是，更何况瑶瑶那么优秀，哪一点会不如你？你还是赶紧向瑶瑶好好道歉，大家一起共赢吧。我感觉心寒，这些年我费尽心思，汲汲营营，给公司拉来了许多合作，让公司一举变成了总公司名下最挣钱的分部，每年都会带着大家拿到不少的分红跟奖励。如今他们却颠倒黑白，说我霸占了太多业务。我扫过说话的那些人，其中有不少我亲手教出来的。当初他们没少私下跟我吐槽，要帮江瑶收拾烂摊子，现在却为了一点利益，黑白不分。江瑶再也掩饰不住眼底的得意，脸上却是故作大方。陆婉，只要你跟我道歉，我就勉强原谅你刚才的冒犯。顾琛顿感欣慰，瑶瑶真是善良又大方。随后他又不耐地看了我一眼，低声道：瑶瑶从来不比你差，就算没有你，她也能顺利完成那些工作，留你只是为了给你将功赎罪的机会罢了。你就不要再任性了，赶紧给台阶就下。你放心，等事情过去，我就会好好补偿你，跟你公开。我却没忍住笑了，这块大饼他已经不知道给我画了多少次了，我早已吃腻了。更何况这次明明是江瑶偷偷挪用公司资金，又在账目上作假，现在他不仅将黑锅扣在了我的身上，还要摆出这副救世主般的姿态，让我对他们感恩戴德，是把我当成傻子吗？我干脆双手一摆，嘲讽道：既然江瑶这么有本事，那就都交给他吧，我等着你们成功的好消息。见我态度还是如此强硬，顾琛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陆婉，你真是给脸不要脸，既然你这么想走，那就走吧，到时候找不到工作可千万别后悔。哭着求我让你回来，我笑了，放心，绝不会有那一天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接下来真正该哭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他们。为了保证公司的利益，董事会早在开业那天就让我给每一台电脑都安装了后台监控，一旦董事长看到了那些后台数据，两人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，到时候他们不仅要面临巨额的赔偿，还有牢狱之灾。当晚我就将家里的行李收拾好，顺便委托律师拟了一份离婚协议。把一切都做好后，我就搬去了酒店。刚躺下，打算刷会儿手机，想一想接下来的工作规划，没想到手机突然震动了几声，是江瑶发来的消息。视频里，江瑶躺在沙发里，面前的茶几上摆满了各式的水果、点心，而顾琛腰间系着围裙，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。饭菜一样接一样的被端上餐桌，烟雾蒸腾间，顾琛的模样逐渐在我的脑海中晕染开，最终变得面目模糊。随后，江瑶又发来语音：陆婉，就算你跟顾琛结婚了又怎样？在他心里，我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。我不过是说了句自己饿了，他就非要亲自下厨给我做爱心宵夜，怕我无聊，又特意买了这么多水果点心，还给我调出我最爱看的综艺节目。你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恐怕也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吧？确实如他所说，跟顾琛在一起的这10年，他只是闻到油烟味都会恶心到作呕，在卫生间里吐到昏天暗地。为了不让他难受，我每次做饭都将窗户跟抽烟机开到最大，严令禁止他靠近厨房半步。可如今看来，哪有人真的完全闻不得一丝油烟？
无非就是不爱，不愿意为我下厨罢了。不过这些都跟我无关了。我将江瑶发的这些东西都下载、录屏保存好，然后打开了招聘软件。没想到还不等我重新编辑一下简历，行业龙头的万盛集团突然联系我，约我第二天见面。我回忆了下，这些年与对方打交道的次数几乎屈指可数，但对方的实力跟声望都是目前总公司都无法企及的存在。我想了想，答应了。第二天，我如约来到约定好的茶馆。出乎意料的，对方竟然连合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甚至在得知我目前没有固定住所，还免费为我提供一套住房，每一个条款几乎都是为我量身打造。见我疑惑，对方解释：陆小姐，我们集团早就听闻了您的事迹，十分欣赏您，这次您一离职，集团就让我们抓紧安排您的入职事宜。您放心，外界的传闻并不会影响到您在公司的位置。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，对方都拿出了满满的诚意，我再也没有了拒绝的理由。约定好了入职日期后，我婉拒了对方请客吃饭的请求，准备赶往下一个地方。没想到刚出包厢就碰到了顾琛跟江瑶，两人诧异了一瞬。顾琛疑惑地看着我：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相恋10年，顾琛从未听说过我有品茶的爱好，更遑论出入这类的场合。江瑶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先声夺人：好你个陆婉，你是不是听说我们今天要来见甲方，故意尾随我们？我忍不住嘲讽一笑，虽然碰到他们只是碰巧，但想到自己确实有一件事要找顾琛，便朝顾琛走去。我有事情跟你说。闻言，顾琛的脸色顿时犹如融化的冰雪般，他眼中露出一丝得意，嘴角却压抑着：让你在家冷静一晚上，终于知道自己错了。行，你先跟瑶瑶道个歉。然而我没等他说完，直接打断：顾琛，我们离婚吧。顾琛瞬间抬头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而江瑶眼中闪过狂喜，嘴上却满是讶异：陆婉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不会因为昨天记者招待会的事生气了，故意说的气话吧？可那也是为了公司名誉着想啊。我冷声打断：究竟是为了公司名誉着想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？你心知肚明。江瑶顿时露出委屈之色：我就知道你看不起我，只是个小助理，早就对我不满了。我还是走吧。顾琛立刻拉住他，转头对我不满道：陆婉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气了？瑶瑶只是个职场新人，一旦这种事情传出去，她就没了任何出路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有经验有能力，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。我都已经答应会弥补你了，你还要怎样？真搞笑啊！明明是同样的事情，但落在江瑶身上就足以毁了她的前程，轮到我时又变成了无足轻重。可明明昨天他们还口口声声说，一旦我离开了，就再也没有别的公司要我。正话反话，反正都被他们说了个遍，我懒得再搭理他们，直接拿出了离婚协议。我说了，我要跟你离婚，嘴上说的再狠绝，都没有行动来的真实。顾琛这才意识到我没有在跟他开玩笑，表情顿时变了。陆婉，你来真的？我点点头。下一秒，顾琛竟然一把撕碎了协议，他咬了咬牙，态度无比坚定：你想都不用想，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。随后他不知想起了什么，脸上又浮现出得意：陆婉，你是不是因为我昨晚没回家跟我生气呢？我淡淡的看着他，没有说话，
以往他对江瑶稍微好一些，我都会吃醋抱怨，更何况昨天他还让我帮江瑶背了黑锅，晚上又夜不归宿，肯定打翻了醋坛子。顾琛自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，难得主动解释，昨晚我手机没电了，忘记告诉你，瑶瑶月事来了，肚子不舒服，她在这里无亲无故的，我又是她的上司，理应去照顾她。眼见自己上位的机会再次溜走，江瑶看向我的眼神满是嫉恨，嘴上却附和着：“是啊，陆晚，琛哥只是好心照顾了我一晚上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！当初我为了项目，3天连喝了9场，最后胃出血住院。顾琛一句工作忙，没来看我一眼。如今江瑶只是月事来了，他却担心到彻夜不归。这种事江瑶每月都会有，那他是不是每月都要去照顾？”我被他逗笑了。哪怕他现在口口声声说着不会跟我离婚，我也知道并不是出于爱，而是这10年我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他的身上。无论他需要什么，我都会第一时间奉上。他早已习惯了我毫无保留的付出，所以才会接受不了我要逃脱他的掌控。我想了想，正要开口，旁边的门突然打开，走出来的竟然是总公司的董事长，他身后还跟着这次来谈合作的甲方。顾琛愣了一下，瞬间反应过来：“董事长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声，我好安排人招待您啊。”江瑶也赶紧附和：“正巧快赶上饭点了，董事长，您要是方便的话，不如这顿午饭就由我们来安排。”董事长瞥了2人一眼，淡淡道：“分不出了这么严重的事，我哪里还有心情吃饭？”一句话就点明了来此的目的。顾琛瞬间冷汗直流，他开招待会就是为了把我推出去，早早把这事儿按下来，没想到还是引起了董事长的注意。江瑶眼珠转了转，突然开口：“董事长，您估计还不知道，财务造假的事情都是陆晚干的。”顾琛歉意地看了我一眼，也果断道：“董事长，是我的失职，没有及时发现陆晚擅自挪用公司资金，伪造了账目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将他开除了。”董事长转头看向我：“陆晚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”不知何故，顾琛的心猛地一提，下意识看向我。我笑了笑：“董事长，顾总说的没错，我现在确实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。”顾琛没想到我会果断认下，愣了愣，表情一时有些纠结。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感动，下一瞬，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 U 盘，转口道：“但非法挪用公司资金又伪造账目的，并非我，而是江瑶。”江瑶听到自己被点名道姓的指出来，瞬间炸毛：“你胡说！”我却不理会他，径直将 U 盘交给了旁边的董秘。董秘接过去，将其插到了电脑上。下一秒，江瑶电脑页面的所有操作都展现在眼前。只见不同的时间里，他一次次将公司账上的钱转到一张私人卡上，最后更是在统计账目上，在上面悄悄做了改动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沉默了，就连一心想要护住江瑶的顾琛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董事长冷哼一声：“江瑶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”事实如此清晰，可江瑶却依旧不死心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：“董事长，您明鉴啊，我对公司忠心耿耿，一定是陆晚故意害我的，他早就看我不爽了，一定是知道您今天会来这儿，故意伪造视频证据来陷害我呢。”顾琛也不由站出来：“是啊，董事长，公司向来尊重员工隐私，
从来没有听过什么监控的事，怎么刚好您今天来，陆婉就拿出了这么一段视频。更何况瑶瑶一向工作努力又认真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这其中肯定有问题。相恋10年，我倒是没想过顾琛睁着眼说瞎话的本事这么厉害。还没等我说什么，一旁的甲方倒是忍不住了，嗤笑道：“就江瑶这个花瓶，也配称为人才？顾总，我看您真是老眼昏花，该提早退休了。”正是大好年华的顾琛，听到他这么说自己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但碍于对方的身份跟董事长在眼前，他只能逼自己强笑道：“瑶瑶在我身边待了半年多了，她什么能力跟人品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何总，您是不是听到外面什么乱七八糟的谣言，误会了瑶瑶？”说着，他意有所指地看了我一眼。谁不知道我跟公司的这些大甲方走的都比较近，能够败坏他眼中优质员工江瑶名声的，只有可能是我了。然而何总却没有看他，转头对董事长道：“董事长，既然陆婉已经不在贵司工作了，不好意思，咱们这场合作怕是就要取消了。”董事长还没说什么，顾琛率先急眼了：“何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即便陆婉不在了，但瑶瑶还在，可他根本不知道，当初江瑶得罪的供应商就是何总的弟弟，对方早就听闻了江瑶的为人与办事能力。果不其然，何总突然冷笑一声：“江瑶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坐在一起谈事？顾总，我看您不只是老眼昏花，更是完全没把我们当回事儿。”目中无人的帽子突然被扣在脑袋上，顾琛的脸色霎时一阵清白，江瑶的眼中更是闪过恼意。他眼珠子一转，突然叫道：“何总，我看你就是跟陆婉串通好的吧？”见董事长的视线也落在自己身上，江瑶更是得意：“董事长，一定是陆婉对昨天自己被开一事耿耿于怀，所以伪造了后台监控证据，又悄悄买通了何总，就是想在您面前演这一出，想彻底败坏我跟顾总的名声。不然他怎么会那么巧地出现在这里，还特地带来了监控？”我看着江瑶言之凿凿的模样，忍不住感慨：这人不去写剧本，真是可惜了。这么低级的手段，居然也好意思用到董事长面前。然而出乎意料的，顾琛竟真的信了，怀疑的目光在我跟甲方之间来回打量，最后厉声呵斥：“陆婉，我以为你最多就是吃个醋，有点小脾气，没想到连这种下作的手段也用得出来。”在场的其他人都傻眼了，用一种难以言喻的目光看着顾琛。我仿佛都在董事长的脸上看到了丢人2字。最后他忍无可忍，皱眉打断：“行了，堂堂公司的总裁，像个泼妇一样在这里叫唤，像什么样子？”顾琛瞬间满脸涨红，还想为自己辩解，然而董事长却沉着脸道：“早在当初开分公司的时候，我就让小凡在每台电脑上安装了后台监控。你们现在怀疑这视频，难道是说我作假不成？”两人瞬间傻眼，谁也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的。董事长冷哼一声：“至于小凡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当然是我喊他过来，为的就是跟你们2人当场对质。顾琛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”冷汗从顾琛的额头滑落，他的视线来回在我跟董事长的身上来回游走，似乎不理解为什么我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会跟董事长关系那么亲近，连这种事情都会安排给我做。江瑶更是恼羞成怒：“
你们竟然联手设局害我。何总嘲讽，要不是你自己做了亏心事，谁能害得了你？你与其在这里怨天尤人，不如早点自首，乖乖伏法吧。江瑶还想咒骂，就看到旁边的董秘已经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。正在此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，江瑶的脸色瞬间煞白，口齿含糊道：“你们给我等着！”话音还未落下，人就已经跑没影了。董事长的眉头只是微微皱了皱，董秘立刻派出人去追了。眼看江瑶逃之夭夭，顾琛站在原地彻底傻眼。虽然他知道这事儿一旦东窗事发，两人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却没想到江瑶竟然抛下自己一个人溜走了。何总看他这副模样，直接将这半年江瑶做的好事告诉他，连带着当初江瑶是自己坑害自己弟弟的事情，包括证据，全都甩到了他的面前。最后才冷笑一声，反问：“顾总，您现在还认为您的助理是位人才吗？”顾琛脸上的血色一寸寸的褪去，最后只剩下一片惨白，嘴上却依旧强硬着不肯相信。不可能，瑶瑶才不是那样的人。董事长深深叹了口气，扭头看向我：“这么蠢的人，当初我真不应该听你的话，把总裁一职交给他。”这话无异于原地惊雷。顾琛愣了片刻后，顿时瞪大了眼睛：“董事长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董事长没有搭理他。董秘在一旁接口道：“当年陆婉的母亲救过我们董事长，董事长一直铭记这份恩情。后来因缘巧合，你们应聘了我们公司。董事长本想提拔陆婉当分公司的总裁，但被他拒绝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把自己所有的业绩都送给了你，让你坐上总裁一职。这些事儿，顾琛都是第一次听说。”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：“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？”当初顾琛被当时的总裁欺负得很惨，身心俱疲。为了能让他早点从这种状态中缓过来，我就私下跟董事长做了约定，承诺只要他同意让顾琛当总裁，我就会一直留在这里，让分公司变成最赚钱的存在。只可惜这段履历也像我们的婚姻一样，在7年的这个节点上戛然而止。我淡淡道：“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没必要再提了。”闻言，董秘乖巧地闭上了嘴巴。董事长扫了一眼顾琛，越想越气愤：好好的一家公司，被你弄得乌烟瘴气，不仅纵容员工拉帮结派，污蔑同事，还敢开除功臣，我看你才是最该被开的那个。说完，他立刻吩咐董秘在公司网站以及群里发布公告，宣布撤掉顾琛总裁一职，为我洗清了罪名。最后更是通知人事将顾琛跟江瑶2人开除，并且还要向他们索要巨额赔偿，追究2人的法律责任。顾琛哪里经历过这种事，顿时慌乱不止，苦苦哀求董事长放过他这一次，他再也不敢了。然而董事长不为所动，他又跑过来求我：“陆婉，你快帮我跟董事长求情，只要你帮我保住这份工作，我就答应你立刻跟你公开，再也不跟瑶瑶见面了。”我抽出自己的手：“顾琛，你似乎忘了，我现在只想跟你离婚，彻底远离你。”顾琛却不肯相信：“不可能，你那么爱我，之前连我对瑶瑶那么好，你都能接受。现在我已经答应你，以后都不会再见她了，你又怎么可能会舍得离开我？”我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那么自私的人，居然也知道自己之前对江瑶太好了啊！何总也听不下去了：“
好心提醒，顾总。哦不，顾先生，你似乎忘了江瑶很快就会面临牢狱之灾了，就算你以后想见他都没办法喽。顾琛抿着唇，还想再说什么，董事长却听不下去了，干脆挥挥手，让保安把顾琛直接拖下去了。顾琛撕心裂肺的吼叫逐渐远去，我的耳边也终于清静了下来。临走前，董事长突然提议，想让我接手公司总裁一职。我摇了摇头，抱歉，董事长，那家公司已经彻底寒了我的心，我没办法再回去工作了，而且我也已经接了其他公司的 offer 了。董事长知道以我的能力，很快就会找到下家，所以才会在得知消息后，第一时间赶来这里为我出气。但没想到只是一晚上的功夫，我居然就被人抢走了。一想到竟然因为顾琛二人害他失去了一个人才，董事长心里更是怒火横生，最后干脆全发泄在了分公司上，宣布分公司彻底解散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一心在处理新家以及新公司的事情。为了防止被顾琛骚扰，我早早就把他所有社交平台的账号都拉黑了。只是偶尔听人提起分公司被解散时，很多员工都还处于懵逼的状态。在得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顾琛跟江瑶二人，气得每天都电话短信轰炸他们。正因此，顾琛一度精神恍惚，险些在过马路时被车撞飞。后来总公司更是追究他的法律责任，但因为他不是挪用公司自己的主要人员，最后免于牢狱之灾。不过为了补齐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赔偿，他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资产，再加上他在业内的名声彻底臭了，几乎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收他，最后更是只能靠打零工过活。只可惜江瑶不知道跑去了哪里，一直没有落网。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庆幸，当年结婚时，顾琛非要跟我签署婚前协议，所以这些事情并没有影响到我。只是为了能够尽快与顾琛做切割，我委托律师起诉离婚。我以为自此以后，我们都不会再有任何联系。没想到有天我刚上班，竟在新公司楼下看到了他。此时的他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意气风发，整个人都佝偻的仿佛老了10岁。顾琛一看到我就立刻冲上来，眼眶猩红，陆婉，你帮帮我，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好不好？我知道你跟董事长关系匪浅，只要你去跟他说一声，他就会立刻解除了封杀令，以后无论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听你的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董事长在业内对两人下了封杀令，但我仍是摇了摇头。顾琛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要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当初我帮你坐上了总裁的位置，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，如今我也不可能再帮你了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顾琛却不依不饶，非要缠上来，最后甚至威胁我，陆婉，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这件事，我就赖在这里不走了。说完，他突然跪在地上，拽着我的衣角，大声哭嚎，婉婉，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不能只因为我失业就抛弃我，你跟我回家吧，以后我一定会找到好的工作的，也一定会给你未来的。我从未想过，一直自诩有素质有涵养的顾琛，竟然也学会了这种打滚撒泼的方式。本就是上班高峰，很快周围就聚集了一群人，其中还有不少是新公司的同事。为了防止事情越闹越大，我干脆一把拽起了他，朝外面走去。等到了咖啡馆，顾琛已然恢复了正常，他抿了口咖啡，陆婉，你刚才也看到了，
只要你让董事长解除我的封杀令，我以后就跟你好好过日子，不然我就一直堵在你公司楼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丑事。我不好过，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明明是他为了江瑶，连家都不回，如今却恬不知耻地污蔑我。即便当初他为了江瑶，一再地忽略我的感受时，我都没有觉得他像现在这样让我感到如此陌生。顾琛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，嘴角冷笑：“你是不是可瞧不起我刚才那种行为了？”我没有说话，他似乎也没指望我回答，自顾自道：“但你知道我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吗？为了偿还那些赔偿金，我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资产。原本我以为自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，这些都能再挣回来。可谁想到，董事长却赶尽杀绝。他不仅禁止任何人帮我、跟我来往，甚至连份最基层的工作机会都不肯给我。为了生存，我现在连扫大街的工作都能咬牙接受了。”他说得如此凄惨，可我的内心却毫无波澜。或许真的是不爱了，连最基本的同情我也施舍不了他分毫。只是为了不让他影响到我以后的工作，我决定帮他这一次。见我松口，顾琛眼中瞬间散发出光彩。陆婉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，你放心，等我重新找到了工作，我就跟你好好过日子。到时候我们补办一场盛大隆重的婚礼，把所有亲朋都邀请过来。眼看他越说越离谱，我忍不住皱眉，提醒他：“顾琛，我们现在已经分居了。”顾琛毫不在意，分居又不代表离婚，我们可是有10年的感情，还有很多重来的机会。因为顾琛一直不肯签署离婚协议，所以离婚证迟迟没有办下来。多说无益，我直接拿出起诉书以及当初江瑶发给我的所有视频、短信，告诉他：“顾琛，这些都是你曾经背叛我的证据，再加上董事长等人的证词，足以证明我们感情破裂，判离只是时间问题，你好自为之吧。”说完，我起身就要离开，顾琛却不肯接受，也赶紧追了上来，一把抓住我：“陆婉，我跟瑶瑶什么事都没有，当初我只是因为她像以前的你，我才没忍住。”我冷笑一声，反问：“那是不是我看到一个很像以前的你的男生，也可以跟他拉扯不清了？”顾琛想也没想，厉声呵斥：“当然不行！”我静静地看着他：“你看，你接受不了，却一直试图让我接受。顾琛，我们给彼此留一点最后的体面，就到此为止吧。”顾琛还想说什么，眸光突然一凝，下一秒他猛地推了我一下，银光闪过，一柄刀刃直直地插进了顾琛的肚子里。转头就看到旁边站着的竟然是浑身臭烘烘的江瑶，她满眼血丝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：“陆婉，都是你害我变成这样的，我要杀了你，你去死吧！”说完，他猛地抽出匕首，再次向我挥来。幸好周围的居民早已反应过来，纷纷冲上来将江瑶制服，还有一部分人检查着顾琛的伤势。江瑶眼中更是闪过恼意，口中却假惺惺道：“陆婉，我只是看在你是公司元老级人物，才想着让你将功补过，你就算不领情，也不应该对我人身攻击吧？”而我最后江瑶被抓，顾琛进了医院。为了还清他这一刀的恩情，我去医院看了他。刚从死亡线上被抢救没多久，顾琛盯着窗外的树叶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听到动静，他扭过头，看到是我时，嘴角勾起笑容，阳光洒在他苍白的面容上。有一瞬间，
我竟恍惚地看到了当年刚踏进社会时那个还无比青涩的顾琛。只是很快我就清醒过来。顾琛拍了拍病床的边缘，坐吧。我摇了摇头，医药费我帮你缴了，董事长那边也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你放心，等你出院后就能回到正常的生活了。顾琛仿佛并不在意，只是看着我的眼睛。陆婉，我之前迷失过一段时间，但经过这一次，我才发现我最爱的一直都是你。哪怕你不帮我向董事长求情，我也想跟你重新开始。然而，我只是将一份离婚协议书递到他面前，神色淡淡。顾琛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看在曾经10年感情的份上，不要让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对簿公堂。顾琛看着那份协议，眼泪一滴滴的落下，良久，他才终于缓缓签下了字。我知道，这一刻，我跟他之间的这段孽缘彻底结束了，而我也将迎来新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